您可曾想过，透过神秘的方式探索未知的命运吗？在古老的东方神明崇拜中，有一种神谕的方式，叫做掷杯。这神秘的占卜方式，不仅是祭神的仪式，更是一种与神明对话的方式。然而，掷杯的准确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包括神圣的氛围、祭祀者的心灵状态，以及投掷时的环境因素。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，探讨掷杯背后复杂而神秘的元素。为什么不肉体会影响宝龟的成败？就算我对这个盛世，比方说肉体可能真的不懂，当时不懂，它会影响我当时的宝龟嘛？我之前不是第一堂课，我就自己突然间其实我事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是刚好班长问我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间就说我为什么觉得那一张生命蓝图怪怪的。对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可能我当下都不明白，也没有问，所以出来的生命蓝图是有误差的。可是我后来想想，可是我肉体不懂，可是会影响他这样子宝龟的成效嘛？因为我会觉得说做这些事情不是应该是想我去做，因为有些事情本来就是肉体不懂的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宝龟这件事情好像跟小我没有关系，真的哦，所以是肉体一定要懂。就是如果以科学依据来说，它会有那个行规的那个几率概要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，你要连续单次，它的取信的这个程度就会比较高。这是一个嘛，就是以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是这个。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第一年在宝龟的时候，我也搞不懂，然后那也是有误差嘛。第二年你有更新的吗？不对，你第二年就说你做很多啦。我第一年的时候是独条卦，是一点就是每一条都有去宝龟。然后所以每一条都有跟源头确认。对，但是里面其实坦白说，里面的这些解释名词我也是半解，就是不懂。对。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第一堂在上生命蓝图的时候，那一堂是比较，因为我们是在在正气中心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正气中心宝龟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宝龟的方式就是每一条都要逐一过关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，反正就保有就有，然后没有就没有。然后其实第一年就是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也没有知觉。所以我也觉得，我也是不懂啊，我都大家都这样播嘛，那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变成？只是因为你的选项变成是大选项，可是其实在某一个层面而言，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，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很重要，就是要做或不做没有真的重要。这个可能会是最后就是要么就是全部都有，要么就全部都没有的结果这样。然后我第一年的时候是因为每一条都有宝龟，所以我就会知道说我哪一条是要做，哪一条是不做的。可是其实宝龟完之后也就放下了，我也没有回过头去，也没有特别去对照。对，我也没有对到。对，然后只是第二次上生命蓝图的时候，然后我本人也打算就是要一条宝龟，然后那时候班长也在嘛，后来就说我的问法不一样，然后后来我去打完成度，对完成度对我记得。其实我那时候完成度我也不知道我里面到底完成了多少，可是我记得你的很高啊，我印象中你那时候完成度对很高。然后可是在某些层面而言，我也觉得说里面我到底哪些有做了，哪些没做了，其实好像也没有很重要，反正就是要做嘛，反正也到底该做就做。所以也许有可能你所谓的就是准确度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就是100%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如果你执着了，它就是不好的。但如果说你不执着，这100%就是好，反正我都是要做，做多做少的问题了，它就其实就是这个。好，针对宝贝这件事情呢，人确实会影响掷杯的情况哈。那会影响掷杯正确与否，有一些因素它可以去做判别。第一，就是在掷杯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确认主神在不在。不管我们今天要掷杯要请问的对象是谁，我们要先确认它存不存在哈。那要确认它存不存在呢，有几个要素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先感受这边的磁场
能量纯不纯净。如果今天的磁场能量呢比较复杂，比较杂一点，我们有一点心神不宁的状况呢，这个时候我们执杯就必须要执3杯，以确保能量的稳定性。那如果觉得今天的磁场能量呢蛮稳的，还蛮清净的，那我们执1杯就可以知道这个要请示的主神在不在。那第二个来讲，就是我们在执杯的当下呢，我们的心境是平的还是比较急躁的。如果我们有一点情绪或者心性上面有一点不稳定呢，那在执杯的过程中呢就会有一点点影响。那再来一点就是我们在执杯的当下，对于这个答案呢，我们是有预设答案的，或者没有预设答案的。如果我们有预设答案，通常也会去影响到这个执杯的准确性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执杯的当下，心情保持平静，然后呢，不要去有预设答案，才不会去干扰到这个杯的执行。基本上大致上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最好在执严重的或者比较正式的事件的时候，最好有协助者在场，也就是监杯的情况，有人给你干杯啦齁。干杯者他会帮你查看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没有注意到，或者说今天神明在允杯的时候呢，有事情要交代，或许我们自己接收比较没有那么清楚，或者说灵感没有那么高的时候，有监杯者在场呢，他也会协助帮我们做接收做确认。这是执杯常常会发生的事件。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！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